刚才我看大家在外面已经聊嗨了，是不是？我今天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啊，大家是不是第一次在酒吧里来聊创业相关的话题？是的，是的，是的，我是第一次在酒吧里做 panel。真的，我们可以当成它不是一个非常严肃的 panel。第一个环节其实还是想请各位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可以用最直观的表达介绍一下你是谁，然后目前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当然啊，我们既然来到了这样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还有给大家的附加题，用3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可以是你们的状态，也可以是偏好，或者说任何你觉得没有透露过给大家的这个信息点，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仰天思考。若曦师，我看到你了，你这个来，我看到你在思考了，可以先开始。介绍一下徐驰，我是那个 Xreal 的这个创始人，然后 Xreal 呢就是一家做智能眼镜的这个公司。觉得我们特别骄傲的可能是一点，就是我们大概是10年前创立的这家公司。10年前我们的愿景、我们的目标跟今天完全一样，从来没变过。我们就是认为眼镜是下一代的计算终端，中国有机会出来一些世界级的公司和品牌，在智能眼镜的这个赛道上能走向世界。说到这个3个词的话，其实这是一波绝对的叫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还得稍微有一点偏执且乐观的心态，才能一路走到今天。可能这个是我觉得对我自己，包括我们团队吧，比较好的一个形容。做一件极难的事，但是始终坚持。对，下一位，我看这个姚博士来。好的，很高兴参加今年这个活动啊，在酒吧里的 panel 还在适应中。我们海德氢能呢是专注做可再生能源制氢的，也就是所谓的绿氢。那它用在哪里呢？比如说合成人工的绿色燃料，驱动远洋的货轮，或者是驱动飞机，那它都离不开绿氢。那绿氢本质上是绿电的延伸，来把它变成绿色的分子，进一步的替代石油。那无论是在长时间的能源存储，还是把它变成物质进入大工业领域，还是如我介绍变成绿色燃料，都是把绿电进一步延展。这是我们在做的事儿。用3个这个关键词得形容一下自己。大家了解你的项目还没有了解你呢，是不是？是。其实徐博讲的非常好，就是一个现实务实的理想主义者，这个说的非常好。今天这个一起 host 的是36氪，那我引用一下上周36氪刚帮我们 PR 了我们 B 加轮的融资，对融资的报道，写了一个非常有个性的采访稿，然后把标题的后半句一定要大声的告诉大家是什么。对，它里面有3个关键词，其实就关于第一性的愿景，关于野心，也关于虔诚。就是相信才能看见。编辑写了一个绿氢早晚统治地球啊，对，这个很有野心，对吧？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啊。然后接下来 Michael， 对我来补充一下，今天现场还有2位，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够看出来，刚才这个姚博士在分享的时候，他自己没有说一个标签，就是姚博士之前还是知乎大 V， 对，在10几万粉丝，对不对？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标签，你看他自己不跟大家来聊，还要我给大家来补充一下，分享欲望极其强。之前有这样的身份，对，但说明是一个非常非常善于科普且愿意跟大家去分享他行业里可能大家不为人知的这样事情的一个人。那后续我们也一会儿期待一下这个姚博士分享啊。然后第2位这个网红来 Michael， 我是工作所需。然后大家好，我叫濮阳，然后这个艺名叫麦靠谱，然后因为英文叫 Michael。然后所以麦靠谱，大家就叫我麦靠谱。然后我大概其实今天这个活动啊，特别感谢36氪，也感谢未来资本，因为是未来资本的同事找到我，然后说要不要在一起合作。今天我到了现场，大概我回忆起了15年前或16年前的事情，就是我15年前我是特斯拉的中国的第一批员工，当年3W 咖啡的那个年代。我们就一直在支持3W 咖啡做非常多的这个创业线下的这样的一些活动。今天换了一个地方，但是感觉时代又重新来了一遍。唯一不变就我老了15岁。然后，但是在座的这些创造者，其实大家都是连续创业者，非常非常的感慨。然后这个我的角色是公司的第3品牌 Firefly 萤火虫和 New Life 2个业务的这个负责人。所以如果用3个词形容我把它简化成2个，是我们萤火虫的口号叫自在发光。所以也期待各位一起自在发光，谢谢各位。感谢 Michael 的分享啊！你刚才说这个感觉大家感觉自己老了，我觉得不是啊。你看我们在做的事情，不管是发现新品牌，包括未来资本在做的事情，我们发现年轻的创业者，我们始终在跟最年轻的一批人去打交道、去共创。这事儿你也老不下来。然后接下来，我觉得到这个管博士来给大家
聊一下自己。我是在未来资本负责能源领域的投资的，但是我也会拓展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3C 的硬件啊、AI 啊，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个 personal interest， 然后它扩展到投资领域。然后我是从本科开始，一直到念到博士，其实都是读能源方向的。在我那个年代，20年前，就是这是一个过时的行业，就顶级的。一线的美国的高校，它其实都没有这个专业了，所有人都其实最天才的人都是学计算机了。然后后来呢，随着包括新能源的起来，包括 EV 的起来，慢慢的它又变成一个风口了。第一次来未来资本，其实我们一开始顺着新能源产业链，我们开始投锂电材料啊，然后后来慢慢的又拓展到储能、光伏、风电啊，然后后来。就是从22年开始，我们其实是国内第一批开始看核能，然后也是第一批开始出手投核聚变的公司啊。这个和包括斌哥本身的这个愿景啊，然后前瞻的眼光啊是分不开，然后也是和我们团队其实相信以终为始的这种投资理念，其实是一直是非常契合的。能源产业其实应该看上去是一个稳定稳重的这么一个行业，但我其实本身还是对很多新型的事物还是保持非常强的好奇心的，所以我会在一线产业，包括看很多新的技术，包括看很多其实非常前沿的这个科技啊，包括其实在做的时候，其实10几年前，然后我就其实很看好这个东西。我最早其实开新能源车，其实是11年、12年，就是借了别人的车，这特斯拉第一批我就开了，然后又有各种各样的新东西，我其实会第一时间去尝试啊，然后包括。现在我们投太空算力，其实我有一个梦想，其实是想做星际旅行。对，就是我在存钱，我在努力的工作存钱，其实就想做第一批去这个星际旅行，就想去做一次星际旅行。对，有一个公司叫 Firefly 发火箭的，考虑一下。对，其实本来是想去报名这个 Blue Origin 的啊，当然他们那个比较贵啊，要500万美金、1000万美金以上。然后，其实国内也有很多这样的公司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其实。一个是就是保持好奇心，还有个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在国内其实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科技出现，包括核聚变啊，包括这个太空算力、太空光伏。然后这个脑机啊，这个量子计算，然后对于我们 VC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今天你看的东西。可能一下子就过时了，然后明天又有很多新的技术不断的涌现出来。对，其中还有个就是相对来说，对于那么多技术保持一个困惑，但是呢，又觉得是非常的充满机遇的。明白，管博士一直在找最前沿的趋势。然后刚才其实几位都有聊到自己现在在做的事情，包括可能比如说，徐志博士，你刚才有提到，你们是在。几乎是10年前就开始在做今天在做的事情，且这个方向没有变过。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创业，因为我们今天主题叫这个遇见萤火虫，大家应该有在外面看到我们萤火虫的这个车，然后也看到这个物料。但实际上，对我们今天这个沙龙来说，我觉得这个主题是我们跟未来资本的朋友之前在碰的时候也是一拍即合，因为我们觉得说。萤火虫这个意象有的时候就像是我们在今天说创业者或者说创业这件事情，我们其实就是在这个一个模糊的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我们先让自己发光，这个光本身就像是一个信号，当有越来越多的信号，越多的萤火虫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前方的路好像就被照亮了。其实比如说像这个 Xreal， 你们做这件事情做了10年，你们为什么从10年前开始就选择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对这个决定的原点是什么？以及你觉得现在你们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10年算是一个新的节点了。好的，其实特别机缘巧合啊，就是我是07年出的国，我这个本科在浙大，这个大学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苹果的粉丝。我印象中当年07年啊，苹果有一个大事儿，对吧？对行业来讲也是一个大事儿，发布了 iPhone。然后当年07年我是第2天到了学校的实验室，下载了前一天的这个发布会的视频，我等离线观看的。因为大家想一下，07年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现在这么方便的这个直播的这个媒介。我当时我记得乔布斯拿出来的时候说，我们这是一个 phone， 这是一个 browser， 然后这是一个 iPod， 对吧？然后把3个东西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事太牛逼了。所以07年之后出国，买的第一个大件就是 iPhone 1。
啊，当时我就看到了，我也是可能比别人先看到一点啊，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颠覆式的产品，因为在那个之前，我认为我是一个这个不光是果粉，我还是一个技术极客，然后我特别喜欢买这些东西。我记得当时这个我也是最早用了诺基亚，而且用诺基亚去装各种这个，就是那时候诺基亚也叫智能手机啊，这个塞班的系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搞那个了解的，然后去装各种应用，对吧？这个所有的这套逻辑，其实然后你看到了 iPhone 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就是下一个时代的东西。啊，然后呢？但你很遗憾的是说，那个时代我们是看客，在远远的看着这样的一个产品出来。后来读书，然后后来又去了硅谷，然后开始工作的时候，当你突然有机会看到什么，哎，可能有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你有机会在第一线能参与到它的时候，你甚至几乎觉得你有一种使命感，就这事儿你不做，你都对不起自己。啊，因为大不了什么呢？失败了，我再回硅谷上找个班上，对吧？这个不行，去那时候的 Facebook， 那时候的谷歌不行，我再去写代码，对吧？所以说，就当时觉得一定要去试一试，所以也确实是机缘巧合。我其实这个我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在英伟达啊，然后呢这个然后如果我一直待在英伟达的话，结果也不差，对，也可以的呀，可能大概率比现在好。然后呢，但是我印象很清楚，就我入职的第一天，而且我在的是什么呢？我在的是 GPU 的架构组。就那个时候我本来博士读的就是 CPU、GPU 的架构，我充满了野心，对吧？我说我到了 那个 NVIDIA， 我要有很多好的想法去做。然后去的时候呢，其实第一天我们有一个浙大的学姐啊，在我们那个组里面就劝我，哎，这孩子啊，赶紧刷题去 Facebook 跟 Google 吧。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别这个不开心啊，就是我们这个硬件的公司啊，或者做半导体的公司，在美国就没有创业机会。所以呢，它的人才的流动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差。然后让我幻灭的是什么呢？当时我感觉几个老头已经把未来10年的 GPU 的架构都定完了啊。然后说回来，就是我当时很踌躇啊，对吧？我博士读了这么多年，我们想做的这个事情其实就等于幻灭了。那我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去试？然后就那个机缘巧合的去了一家创业公司，叫 Magic Leap， 就是在 AR 这个领域当年融了非常非常多的钱，然后可以理解为是 AR 这个行业的黄埔军校的这么一个地方，我就被击倒了，我就觉得哇，这个就是下一个 iPhone， 对吧？以我的这个仅有的判断力，对吧？这个和认知，我觉得这就是下一个 iPhone 的机会，我觉得我一定要参与进来。当时我想的可能也是什么，做着之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有中国企业把这个品牌做出来的一个机会。我能认为的这个事儿，因为技术门槛又非常高，可能一定会是一个我认识的这个公司或者这个圈子的一个中国工程师回了国，像当年的李彦宏，像当年的这个张朝阳一样，对吧？又把新的一波事儿给做起来了。然后我当时想，这事儿其实轮不到我，但是呢，如果我没回去，我可能一辈子我都会后悔当时这个决定，对吧？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就选说，你永远不可能准备好，那要不就干脆回来算了。然后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当年我的同事们会后悔，当年为什么是徐迟不是这个他们对吧？回了国把这个台子搭起来，因为他们可能觉得那这个徐迟是当年最年轻的，对吧？这个可能各方面能力最弱的，而事实上也是这个样子。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创业是一个过程，没人在第一天开始的就是非常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这10年，我觉得我们成长了非常多，所以可能这一路走过来的话，虽然非常非常苦，投资人眼里可能会觉得我们太苦逼了但是可能我们自己会觉得是痛并幸福着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同样我也想分享一点，就是碰巧有一段时间，那个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学妹。我也跟他交流，因为他是在特斯拉做人形机器人，然后呢，这个每周会跟马斯克密切的这个去开会去沟通。我是非常非常崇拜马斯克的，然后呢，我就想问他，我说你怎么看马斯克，对吧？然后他那个你们所有的团队对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评价？然后呢，他讲的一点就是他觉得马斯克是在大家都没有答案的时候，大家特别信马斯克的直觉。你会发现他今天无论是做 SpaceX 还是做 Tesla 还是做很多其他东西，他是没有一个参考的东西的，所以他要遵循第一性。但为什么他的第一性比别人的第一性要准呢？我后来想到这一点，我才意识到，其实是因为过去这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一直在这个赛道上去锻炼自己的第一性。这件事跟乔布斯一样，就是乔布斯也一样，在可能他早期从事的这个30-40年，他一直在做什么颠覆式的产品定义跟创新，而这件事儿其实是需要经验和积累的。我们大家回顾一下苹果的历史，
回顾一下可能马斯克的历史，你会发现什么呢？他们早期做的产品定义也就那样。也不咋地啊，这个垃圾的产品其实蛮多的，只不过是大家今天把它捧成神了，大家不会去想，所以大家会发现什么呢？这种能力是练出来的，不是天生的所以我们听完这事我就释怀了，我会觉得，也许早年我们产品做的差，是因为我们当年还没锻炼出来，对吧？但是我们一路我们一直在做对一件事儿，就是我们一直在做这种颠覆式的创新，我们一直在最前沿，我们在挑战自己。而这个能力，我认为国内其实是非常稀缺的，因为大部分国内的企业，我们说在做什么，在做 fast follower， 在做 copy to China 的事情。这件事儿是什么？是答案已经写在那儿了，我只不过能不能用最快的方式把这个答案抄一下，或者把它做得更好一些。而真正的其实海外我们很多大的企业在做的是那些没有什么可模仿的，没有什么可参考的这样的一些探索和创新。我们觉得这一块你慢慢会发现，我认为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这上面会去尝试，而且因为大家做的越来越多，大家的这种 taste， 这种直觉会变得越来越强。谢谢。感谢，对。大家相信刚刚的这个时间里，应该都深刻的感觉到了这个徐迟博士做创造性的事情的快乐，而不是做优化迭代的快乐。然后接下来我觉得可以这个话筒交给我们这个姚博士。我之前还跟这个未来资本的朋友聊过，姚博士是这个90后，对90后，但是我们做了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长周期，或者说我们是一个长周期要兑现的这样一个领域。然后我之前采访过一些这个做能源，包括做这个材料的创业者，他们自己会形容自己这个行业是老兵，对，你就会觉得说它确实有的时候不像，比如说像我们做的这个AR， 包括今天的是 AI 创业者，他总是被推到台前，但实际上我们这个领域的创业者，他往往是在这个行业要坚持，要默默的去深耕更多的时间。然后我觉得可以请姚博士来回顾一下，就是当初怎么样去选择了这样一个方向，以及他可能现阶段我们知道这个滤清在这个行业的，比如说它的这个使用率还不够多，那我们其实还是需要一个长周期来兑现我们未来的这个能力，所以你自己是怎么样想的？那我也做一点分享。那我刚从内蒙古回来，那我们在做全世界最大的绿色甲醇项目，像这样的一个机器，我们一个车间要铺近20台，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大概有100米，然后这样的车间我们要装8个。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儿。然后它在一个大型的化工厂里，我相信在座各位可能没有太多，可能投资人朋友有一些同志去过风电厂，去过化工厂，大部分同志没有去过，所以确实像你讲的，这是一个很老兵的一个行业，对，很需要经验。我们基本上是可能是最后被替代的一批人啊，因为我们对这个现实世界、物理世界的一些准则还是把控的比较严。但是我们做的领域是很新的，这个领域就是把风光能源变成绿色的氢分子电子变成分子，然后替代石油的应用。这个领域实际上才有5年左右的时间，然后是全球都同步开始做，欧洲包括美国、中东、澳大利亚、南美、中国。这跟电动汽车有点不一样，电动汽车很长时间里面只有加州和中国在做，可能北欧也作为消费者也有参与。这个全球给的机遇就是非常有意思。那其实在过去5年可能大家今天回头来看已经意识到了，它实际上是从历史来说，它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尾声，然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作为90后，其实还是挺幸运的。当然90也看是哪一年啊？我们可能靠近90，其实跟这个80、85差别也不大。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在哪个地方呢？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路上还在聊，其实我们即将迎来一个科技大爆发的时代。我们做能源，首先这个能源叫做第3次能源革命，就是煤炭替代木柴是第1次，石油替代煤炭是第2次，可再生能源替代石油是第3次。每次能源革命你都会看到全世界进行了一个 power shift 霸权的更迭，从英法替代西班牙和荷兰，再到美国、德国、日本、苏联尝试去替代英法，最后进入一个 G2 的时代，1945年到1991年，然后进入了美国的一家独大。今天我们又重新迎回 G2 时代。第2件事情就是 AI 这件事呢，其实它从来都不陌生，就像管博说的，其实在埃尼阿克发明的时候，最顶尖的美国科学家就聚在一起，认为这个东西3年内就能搞出来。然后到了今天，我们真正发现这个飞轮开始旋转。这个事件可能是在人类历史上可以和智人走出非洲以及工业革命并列在一起，甚至有一些人认为更伟大的一个事件。没有任何其他事件可以和
这3件事件相比，那我发现能源革命和 AI 碰撞在了一起，科技即将大爆发，甚至说我们就站在这个前沿。那这样的时代在座人的一生里面可能经历不多，但是稍微把时钟往前拨一拨，就会发现1940到1970就是这样的时代。核武器，这个卫星上太空，然后登月，这个科技接下来的进步速度会非常快。那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产品的迭代落地，一个一个经济性，我们说滤芯经济性的节点的打开，包括 AR 眼镜，太空旅行这些事情的商业化阶段，技术成熟度不再严格的对应到需要多少个10年，很有可能你最小的时间尺度是卡在物理世界一些不可被豁免的量上，它变成了最小的卡点单元，但是进步速度可能会非常的快，可能以前需要1代人才能推成的一个项目，尤其在我们的大能源领域、化工领域，可能1代人一辈子的成就就是做成了一个大型的项目。在今天来看，有可能每5年就会发现世界变个样。这也感谢 AI， 所以我是充满信心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是最后一点，就是很幸运的一点是，就是其实徐博士讲的非常好，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虽然没有赶上跟随乔布斯，但是你见证了世界上最有品位、最有愿景的一群创业者，而且中国也正在经历从跟跑到并跑的阶段。你会发现，曾毓群、王传福、李斌也并不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企业家来的落后到哪去。谁鼓鼓掌？作为年轻人，这种近距离的观摩，其实是有助于训练你的第一性和审美的。这是我觉得幸运的第二点，所以我对未来充满信心，觉得非常美好。感觉到我们今天的创业者其实本质上对自己在做的事情以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无比的自信。对，然后接下来我觉得可以把这个问题抛给 Michael， 就是我觉得你们做的事情更有意思啊。一方面就是你们这个萤火虫这个品牌，另外一个就是 New Life 这个，对，是一个非常值得分享的事情。你们在做这个节点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新能源汽车行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卷成什么样的样子。对，最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还会有很多人不太理解的？对，前段时间斌哥的话有个演讲，然后说是这个人类历史上汽车再一次变成整个人类科技的最高峰。虽然现在 AI 来了，但是 AI 今天最有价值的利用其实就是车辆的自动驾驶。然后在我讲到未来之前，回应你们2个刚才聊的那个事情，我就想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因为我大学你是07年去美国，我是08年去美国，然后毕业了之后的话，我加入了苹果，然后我在苹果开始工作，然后后来到特斯拉。然后伊伦来中国的时候，我是他的翻译，然后所以这个2个公司我都非常深入的接触过。然后到了未来，我给大家讲一个八卦。原来我在特斯拉的时候组建了特斯拉中国所有的车友会，因为那是我工作之一。然后有一个群，这个群的话，这个就是全国车友会会长都在的一个群，这个群叫做 Elon Musk 粉丝群。然后大概当我加入未来了之后的话，我开始对斌哥开始了解，然后就像刚才回应那个事情，就是你会发现中国的创业者，首先第一点，他们也不是神，就是因为我和他们共事过，他们也不是神。第二呢，斌哥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创业者，然后我在那群里面经常和他们 battle， 然后最后一句话被踢了出来，就是我创造的全被踢了出来，然后。这句话是什么呢？我说对你们来说，伊伦可能像神一样的这种存在，但是对于斌哥来说，伊伦最多算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就是这个领域，我想把这句话其实是带给各位所有的创业者，也是同样的这个事情，就是你们的愿景其实是可以有机会伟大的和已经实现的那些人并齐的，你不一定把它喊出来。但是你往前走的这条路是这样往前走的。那我也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的东西，是关于我自己。我自己也创业过几年，当然选择不够好，然后但是结果还可以，因为后来卖给了国信高科、东旭光电。我们在做那个新能源的大巴车，然后我一度的话也是中国最大的这个私人拥有的大巴车最多的这个公司。然后所以我们现在转型，那个公司现在还在啊，然后卖给了别人之后还在，现在做氢能源，我们和那个丰田通商在做。为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创业真的很难，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跑到了未来来打工的一个原因。所以我非常的尊敬创业者，就是我们当时是做运营，当时新能源的大巴车技术非常不成熟，然后那一年北京零下20多度，然后车全部都不能启动了。
最好的那个员工是半夜3点的时候发现车不能充电了，给我打了个电话。我把能召集的人全部都召集在一起，所有人给的反应就是老板车不能充电了，仅此而已。你需要自己去思考，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后来的话，我多少懂一些这些技术的一些问题。我们真的是把我的房子，我那时候有个踩板房，你们可能就是因为停车场有那种踩板房，我把房子拆了，点了火，然后放在了车下面，把电池升温。然后我把所有的司机召集在一起，让他们把车开出去，急加速、急减速，才能保证这个车辆运营下去。如果那一天晚上我没度过，我的公司就没了，我还有可能会吃官司，有好多的这些问题。但是我是感觉创业者，第一要把困难理解的非常非常的难，第二的话要 anyway 他都会解决的。我们叫车到山前必有路也好，还是什么样其他的事情。那就回到今天的那个重心，就是说到未来。我在路上的时候和徐驰在聊这个，徐驰问了我一个非常超级棒的问题，他你感觉今天的未来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我跟他分享，我在未来的时间比较久了，我在管萤火虫和这个 Neo Life 之前，我管了相当一段时间未来全中国所有的这个销售的这个相关的业务。然后当时销售有各种各样的困难，然后有好多的困难。然后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个事情，我们叫做其实事情的本质，或者是论叫做第一性原理。我说这个东西还是很有帮助的。斌哥的原话就是你不要乱归因。对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车设计的这个功能不够好，然后那个服务不够好，然后如果能再便宜点就好了。反正你总是有这样的这些问题。但是当时我们就认为，我们的那些投入还没有到产出的时候，我们的自动驾驶当时铺设的4颗Orin芯片还没有，我们的换电站还没有连成网络，然后我们的销售能力还没有达到我们今天有一个内部的理论 ATV 等等的这样一个理论，还没有真正实现我们体系性的这样的一些优势。那当时就靠斌哥的个人意志，然后靠斌哥的融资，然后坚持到了今天。那今天的话，我们有一点点机会，好像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一点点好的这样的一些反馈。但是我们对外当然会宣传的非常非常好，但是对内我们其实和当时3-4年前最危机的那个时候，我是感觉比当时更加的困难了一点，因为我们内部的这个张力，然后包括内部的这个投入，其实比那个时候要更大一些，所以和那个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所从事的这2个业务部门都是很快乐的，因为刚才说自带发光嘛，对，我们一直都在宣传要自带发光，但是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就是自带发光的底层是要你充分的、超级的、无敌的努力，然后你自己非常有底气，你才有机会自带发光。这和创业的过程中的逻辑是非常非常接近的。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Neo Life。Neo Life 是我在 Neo 体系里面最喜欢的业务，因为它几乎可以做除了造车以外所有的业务。以后有一天如果要卖上火箭的门票，我也可以在我的体系里卖，对吧？然后那个徐驰就不用说了，我们一直都在合作。当时我还刚才问他你的 Aura 能不能在国内卖，他说我可以搞一个别的产品。我说好，没问题，我们可以在一起。所以在座的各位如果有其他的创业者有一些可以卖的，都可以来找我，然后呢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好吧，谢谢。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其实想问问我们管博士，对，管博士这个一个很久没有发言了，我其实想问问，比如说今年台上的创业者都是未来发现的。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叫做寻找萤火虫，它没有放这个主语。如果说什么主语比较合适，其实未来资本一直在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我们其实就是一直在发现这样最好的一批创业的项目，最好的创始人。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投资这件事儿其实更像是在黑暗里去寻找萤火虫。你怎么去判断哪一束微光它值得你的靠近？以及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坐标系、衡量系有没有出现一些新的变化？管博士。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很喜欢就是把创业者比成萤火虫。其实大家刚才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包括徐驰啊，包括姚总啊，他们在介绍自己的公司、自己的行业的时候，他们眼里是有光的。对。他们是相信这件事情的，就是他们在介绍自己的行业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以及他们在这一路经历下来说，不是说这个抱怨啊，我这个事儿好难啊，而是说我从 day one 开始我就相信这件事情。而相信这件事情就是说起来很简单，但是要真正的执行，要做到知行合一是很难的。刚才徐驰也提到，就中国有很多的人他只会做 follower， 他只会做 copy and paste，
就是这样，它也许在短时间内能够赚到钱，但是我觉得它长期很难成为一家创新的伟大的一个企业。而未来资本呢，我们除投前沿科技，然后我们在每一个领域里面，其实一般只投一家，偶尔会在不同技术路线上去投2家企业，因为我们就坚信，我们就应该只投头部的最伟大的有创新性的这个公司。回过头来说一些这个能源的产业啊。就是20年前我开始学能源的时候，其实就能源没有什么好投的，根本不存在 VC 的机会。当时大家对这个新能源赛道的认知，对于能源赛道的认知就是这样的，因为大家觉得能源赛道虽然很大，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封闭，它是一个非常高度垄断的一个行业。也谢谢这个科技的发展，使得新能源它变得非常的分布式，它的整个架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刚才提到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用煤炭也好，第二次工业革命用石油也好，其实都是一个资源性的行业，就是你家里有矿，你就是富，你就是躺着就赚钱。但是现在第3次能源革命，新能源通过风光把自然的资源通过转化成电，转化成其他的包括氯氢氯铵，转化成各种各样的能源形式，它其实是一个科技加制造型的属性的一个能源。所以原来的一个资源性属性的一个行业变成一个科技加制造型的一个行业之后，就存在 VC 投资的机会了。所以这也是让我看到了，就我为什么会一直持续的在 VC 这个产业里面，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机会，而且这甚至是一个100年难遇的一个产业性的一个机会。最后我就想说一下对未来进行一个畅想，其实我们身处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啊，以后可能能源是无限的，因为我们从风光然后投资到小堆核聚变，以后能源问题解决以后，人类可能不仅在地球上可以走出月球，可以到了火星，因为你底层的能源问题被解决了，能源是无限的。机械性的工作都是可以由机器人替代的，人呢以后的工作可能就是从事一些创造性的文化工作，从事一些娱乐性的活动。所以今天请来2位创业者是有关联的，一位是未来世界的能源的基座，一位是未来世界的一个娱乐的接口。所以这是我们投资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啊，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分享。这2位加在一起就统治地球了是吧？统治未来的我们的生活了是吧？对，我得补充一下，这个管博士，刚才其实你提到了很多大的趋势的判断，包括我们长期的压注，还有一个核心很重要的点就是投项目，尤其是早期的这个创业者，我们还是要看人，也就是说今天什么样的创业者他会非常的吸引你，他有什么样的特质。其实我刚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跟他聊的时候，他对这个产业是有自己的洞见和思考的，然后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眼里是有光的，他是真的相信这件事情的。很多创业者因为现在都是科技爆炸的时代，他跟我很多讲特别 technical 的东西，其实我是不懂的，我只能借助 AI 去思考，去 verify 一些事情啊，这实话实说。但是他对于这件事情的很多的逻辑判断，对于这个产业的理解，以及他对于这件事情的投入度，那我觉得对于早期 VC 的这个判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看这个人是不是眼里有光。我有遇到过一些创业者说的很简单啊，我们就是 copy and paste， 我们动作就比别人快，我们做的就比别人便宜。甚至还有些就是，然后我再追问几个问题就知道，被 FA 统一培训过的，就是统一这个话术，标准动作。对，然后你问他一些底层的，你创业的初心也好呀，然后你对这个这个产业长期未来5到10年判断也好啊，可能是没有这个思考的。就你没有看到对方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那个状态他没有感染你。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商人，但他很难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我觉得聊到现在，其实大家刚才也都提到过一个话题，就是 AI 今天对所有行业的改变。今天不光是做大模型，还是做这个具身智能，我会发现说所有领域的创业者其实都面临着，或者说都在正视这个技术的大变革对我们整体做的这件事情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是想请问一下大家，今天在 AI 这个大的叙事之下，那它作为一种底层的生产力之后，对我们自己的这个创业的叙事，包括对我们的个人和组织有没有带来一些什么新的变革，以及 AI 加目前各位在做的事情，它的未来畅想是什么？对，我觉得这个可以徐迟博士我们先来分享一下。你们和这个结合是一定是非常紧密的。对，首先我们也先分享一下，就是行业大家对 AI 的一个统一的看法，就是我们认为 AI 一定是什么呢？它其实现在的 AI 可能没有眼睛，它是一个读了世界上所有的公开的文献，对吧？它可能没有睁开眼看过这个世界的一个盲人那么下一步应该是什么？如果今天我们的大模型接下来是拿所有的 YouTube 所有的这个抖音的视频去来 train 这个大模型，有可能它就像人一样，它这个第一天开始我就看这个世界，我是多模态的，
我是更聪明的。这里面举个例子就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大数据的所有的这些信息，就是把所有的这些给 train 大模型的公开的数据加在一起，是没有一个4岁小孩他睁开眼看这个世界的信息密度大了。这个可能有点夸张啊，但是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不停看这个世界，这个不是文字的信息的话，它如果是多模态的信息的话，它的密度是极高的。当然，我们可能未必把这些信息都消化掉了。但这件事侧面的说明什么？我们将接下来还有 AI 很大的这个算力的需求、能源的需求，但同样这个方向还什么呢？我们刚刚开始，还有巨大的一个发展的前景。然后我们在这个行业从业者里面，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接下来 AI 的原生终端是什么？这个可能后端的算力可以是服务器，可以做其他的。那最前端呢？它的终端应该是什么？还应该是我们的手机或我们的平板或我们的电脑吗？对吧？我们认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将来如果 AI 的能力是像一个你的个人助理一样，那么其实它应该是 always on 的。但是很遗憾，今天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手机、我们的笔记本、我们平板都不是 always on 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需要有一些新的终端是具备 always on 的一个这个前提去来做这事儿的。什么东西是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可穿戴，它是真正能够 always on。那为什么最后大家发现共骑到一起的话，就会发现是眼镜，就是因为只有眼镜能拿到你第一视角的你的眼神和注意力的信息。这个是你的 pin、你的耳机、你其他东西都拿不到的。而这个注意力有什么用呢？比如说今天可能我现在面前我有这么多人在我面前，如果是个 pin 的话，它其实是不知道我的意图是什么。但如果我有了 eye tracking， 我的眼动的追踪，我是能知道。我可能看的就是前面这位先生，那可能在这一刹那，其他的这些信息就不重要。那这件事情对 AI 来讲就能节省巨大的算力，我能有更高的精准度。所以这是为什么几乎硅谷所有的大厂大家都认为眼镜是下一代的 AI 的原生终端，而且大家认为眼镜最终就一个 killer app， 就是你的24小时的个人助理。而这件事做好了，这个可能没有应用什么事了，你就幻想一下，对吧？假如你是一个霸总，你是一个董事长，对吧？然后你有一个助理，他成天跟着你参加你所有的会议，对吧？你出差他都跟着你，对吧？你参加会他也都跟着，然后他帮你去整理会议纪要，然后慢慢他了解你的家庭的情况，甚至你的个人生活他有参与。慢慢当他了解你的风格、喜好、习惯所有之后，他是可以主动的可以给你推送了，说这个董事长，我发现这个最近新开了一家餐厅，你肯定喜欢。我不用想，它特别难订。我发现这个未来这一周只有那一天能订上，然后你正好那一天你没有那么忙，我就直接帮你已经订上了，你就去吧。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强势的助理可以做到的，对吧？但是我们从来不敢想象我们今天的手机，我们的任何这个 machine 能够帮你做到这一点。但我们认为未来 AI 能做到之后，你会想象你的生活会大变样啊。今天我们到那个目标其实还很远，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但其实我们认为这个目标其实非常非常清晰，而且大家都在往那个方向去努力。这是我觉得 AI 带来之后，接下来大家在想的可能不是我今天在买一个智能眼镜了，而是我们会讨论你每个月雇一个这么强的一个你的个人助理，你愿意花多少钱，对吧？你是觉得像电话费一样，你愿意花80块钱，对吧？还是或者800块钱，还是说你像雇一个真正的顶级助理，对吧？你可能8000、8万都可以，对吧？这可能就会带来一个全新的一个商业模式。这是我们会觉得对我们这个行业带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听了这个徐石总刚才的分享之后，我觉得我们这个做记者，应该一段时间内也不会被取代。对，我们还是要线下跟人去聊天，然后听到大家真实的故事。然后同样的问题，我觉得请这个姚博士来分享一下。刚才你其实提到了 AI 这个变量对我们在做事情的一个改变。对，是的，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是用时髦的话就是 moving atoms， 然后我们实际上我们还把这个 electrons变成 molecules， 就是电子变成分子。我们自己从事制造业，又从事这个电力和化工，所以其实和物理世界连接是非常紧密的。AI 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其实AI 让物理世界的很多的技术迭代能够变快。原来科学家的探索的时间会被大大的缩短，这也是今天叫做 AI for Science 或者 AI for Material。这个时间在以前是完全开缓的，你不知道什么时间点它可以商业化，今天可以压缩到非常短。那剩下来的硬性条件就是工程建设时间、政府审批时间、土地的获取时间，这些时间实际上再长也长不到哪里去。所以我会看到我们真正的潜力是 AI 帮助我们把这个绿色分子做得非常长，然后真正的实现叫做 sustainable prosperity， 就是无限繁荣。因为以后电是无限便宜的，意味着你获取所有东西都变得便宜。这是 AI 对我们做的事情最大的一个愿景，也是对我们人类
真实和碳基人来说，除了娱乐以外，最重要的事儿，对，就是你这个物质的丰度会极大的提升。那我们在里面很荣幸会承担一些角色，那包括地球以外。那我们知道这个Starship 它是用液体甲烷驱动的 CH4， 那它那个下面的回收火箭会落到地上，但是 Starship 自己会飞到火星去。那怎么从火星回来呢？大家假如读过SpaceX 的任何的对外的 deck 的话，它会有个描述它是怎么运行的。那个东西是要飞回来的。那火星又没有甲烷，怎么做呢？火星大气有 20% 的二氧化氮，在地球只有 0.4%。火星地壳以下有冰，所以理论上使用我们的技术 electrolysis 就可以获得甲烷。他写在他的那个 SpaceX 技术站里面，能够看到说电解本身获取绿色分子永远是重要的，因为以后的重载型的这个交通工具，包括火箭，都还是需要，只要在太阳系以内，都是需要通过液体燃料来驱动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还是让人感到很兴奋的，特别你想象自己的一辈子内就能够看见，并且能够把它推动去实现。我们今天台上有3位这个嘉宾要统治这个世界啊，这个一个是娱乐方向，一个是我们这个小车，然后我们这个、我再做一点补充吧，特别是说到统治世界，其实这里为了让对话更精彩一点，我对徐博士最后说的那个稍微有一点不同意见，可能是因为我从事物理事件，我认为最聪明的那些人，他们确实非常的ambitious， 也很无私，也是正直的人，但是他们屁股是坐在 AI 和资本上的。是的，是的。在我眼里看，老黄说，假如一个人程序员使用的 token 非常少，低于他的年薪的话，他会感到很焦虑。我觉得这个话是邪恶的，这个可能不适合对外分享，因为本质上他是为了卖更多的卡。我也觉得老黄不是那个 top 20啊，他说的东西，虽然我曾经被拿出来啊，对这个已经有特别多的人让你去拥抱 AI， 让你去做这些事情，但最后是帮助这个东西变得的更强大、更 powerful，更多的人去用，更多的输入，它会变得更 powerful。但是这里面终究会面临一个刚才提到的问题，就是硅基人和碳基人工作生存的问题。那我认为我们作为企业还是有社会责任感，这个社会责任感不是为 AI 承担的，还是为人来承担的。所以尤其我们从事物理工作，所以这个事情我通常会从另一面看。谢谢小博士的分享，就值得尊敬。我觉得今天我们，尤其是技术大爆炸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还要发现人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对，然后刚刚那个 Michael， 你其实已经分享过 AI 对你们这个至暗节点时候的起到的关键作用了。那以及未来呢，就是关于 AI 加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有什么新的畅想？对，我拿 New Life 举个例子 ，New Life 的话其实是蔚来旗下的生活方式品牌，它造一切和车不相关的，例如说我身上穿的衣服、我的鞋都是 New Life 的。因为 AI 的到来，我们在招人，因为我们有一个强烈的 ambition， 这是至少我的一个强烈 ambition。我7月份的时候要向斌哥汇报一下，然后是我们要做垂直品类的专业品牌，就是几乎会覆盖所有的大家的消费品。就例如说我的服装会有户外的，会有男士的商务，然后会有运动，会有等等，所有的我都会做。为什么？因为原来要做一个品牌或者是做一个产品，我们的 workflow 是这样的：先有一个 story。就举个例子，像我要做 CleanParks 的户外服装，我有一个 CleanParks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story， 我拿这个 story， 然后去包装我的产品定义，然后做用户画像调研，然后做市场的这个规模分析，这些东西都做完，进入到品牌设计，品牌设计做完，进入到产品设计，然后进入到供应链，进入到所有的这个东西，这个链条在打造一个消费品领域里面，中国最快大概2年时间。就最快，你要达到一个非常完整的品牌，2年。今天呢，中间的每一个链条全部都在同时在做，而且还有个更大的变化，就是我的平面设计师变成了所有链条的第1名，就是因为当我把这个 CleanParks 的故事跟所有人讲完的时候，我的平面设计师用了大概5天的时间，给我出了一整套的产品 deck、产品的 look，然后 total look 网站所有的东西都做完了。
然后那我的 Clean Park 就是第一个立项的，然后所有人都 follow 它，我的服装设计师 follow 我的平面设计师，我的供应链 follow 我的平面设计师，我所有人都在 follow 我的平面设计师。而且还有一个东西，原来我的设计师分2个团队的，一个叫产品设计师，一个叫品牌设计师。今天的话 totally mix 在一起了。所以我已经遇到了这个问题，我在想我现在的方式就是每个项目谁跑得最快，谁就是这项目的 leader，谁就能做到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后面我会认为非常多的边界都会被取消掉，那很有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策划，它可能就会变成像 Firefly 的团队，我们就是我们的 branding 的策划的负责人，通过 AI 做了这个 Firefly 接下来5年所有的 merchandising 的一些计划，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都是好大的一些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会变得更多一些。后面对。以及这个其实会驱动你们未来有更快的产品迭代，发现更好的产品，把它们推广出去。对，所以的话，我们就会把之前的那些我们已经在做的品类，原来我没有资源把它品牌化，我今天会马上全部都品牌化做下去，然后的话参与到这个全球的竞争。对，所以大家以后可以去 New Life 上面买非常多非常专业的优秀的产品。最后就是想请这个管博士也是从这个 AI 加的角度来分享一下，从对你们可能投资这件事情的改变，以及 AI 这件事情有没有影响到未来我们新的这个投资的叙事和的一些坐标系。我觉得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首先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创业者都非常有想法，非常的聪明，而且因为都是科技创业，所以非常 technical。刚才姚总说了，从碳、氢、氮3个最基础的分子可以合成万物。他刚才说了很多学术术语，有多少人真听明白了？或者你们在这儿假装听明白了？这是我的日常工作，我要面对非常多的创业者，对吧？所以像你看，就是在 AI 到来之前，包括我刚刚说我们募$17或者$27之前，大部分大家投的都是消费啊、互联网，大家是能够感同身受的这些东西，大家一眼就能看明白的。然后随着 AI 来了之后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科技投资。原来看消费品的人呢，也开始来看科技了，对吧？就叫自己叫消费科技。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看项目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就是创始人号称他们自己的壁垒有多高。那然后呢，我自己呢就会用我的 AI 试一下，比如说很多软件公司，我就会试一下，我拿我的 AI 我能不能做出来。我以前听我们公司同事分享过一个拿 AI agent 去做田野调查的一个项目然后我就花了一天多的时间，我自己拿我的 Cloud， 我给它加上了打电话的功能然后它本来是英语，然后我又给它加入了中文的对话的功能，然后我又给它列了一些让它自己能够生成一些就是问题的清单，然后让它可以打电话。那它那时候还不是自动的，就是说可以根据它的这个问题直接反馈，但是大致功能其实已经生成了，这只是我花了小半天的时间做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类公司可能就没有特别大的价值，就是你的工作是可以非常快的被替代掉的。那所以就是在这个包括 sourcing 包括在跟公司交流包括在对公司的判断上面，其实 AI 都给了我们很大的这个赋能。然后未来的长期的投资里面，其实我们要看到很多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AI 肯定是个大主题，这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以后肯定是万物你都会借助 AI 的这个投资的这个道路上面，有哪些是确定性强的？比如说现在可以看到 AIGC 什么时候出来我们不知道，但是它的硬件这个确定是非常强的，因为硬件是需要周期的然后软件，那哪些软件可能是 killer app， 哪些软件可能是创业者的机会，那这些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做判断的。那作为 VC 就是在这样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交替当中持续前行。而且刚才管博说这个场景，我还特别想到了一个未来可能会出现的现状，就是那个徐志博士，你们 X-Ray 的这个下一代计算终端一定要尽快的普及化，然后我们会带着这个你们的产品，然后当姚博士说到非常晦涩的这个技术术语的时候，我的眼睛就会告诉我下一个问题你怎么样问会显得你专业一点。对，你看今天我们台上的这个嘉宾在做的事情好像又闭环了。对。